聊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以时钟的钟，飘逸的逸。是的，我好像要超过1个月没有更新影片了，因为这阵子我忙着出国出差，所以都没有更新，真是不好意思啊。如果各位伙伴对我去国外出差加上小小的旅游有兴趣，再留言跟我说，我再来制作相关的影片。我这一次去法国啦，希望之后工作上跟小孩子逐渐稳定，那么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制作影片，到时候提供各位订阅的伙伴们观看咯。好的，那就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主题，分享我战斗圈叉的制作过程第2集。那么还记得我在上一支影片中提到，我试图借由 C3 中物件碰撞的特性来建立判断这个游戏的3种规则基本方案，但是结果并不理想。这3个规则分别是基本的圈叉连线胜利，第2个大吃小的规则，以及第3个可以像跳棋一样移动已经放置在台面上的棋子。最后我的结论是，透过阵列来实作这3个规则应该会比较理想。而事实上，这边先让我剧透一下，最后我真的透过阵列这个方案来成功的实作了上面3个规则。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关于阵列，这是个新设计，现阶段因为舍不得删除先前设计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边干脆就重新再设计一个新的 layout， 一样是先从棋子的图片，也就是动画设计开始，帮游戏的专案加入阵列。概念上，单一格阵列成员会有3层，所以要透过程式码来决定最上层应该要显示的棋子究竟是哪一种，并且具体的呈现出来。到这个阶段，我可以先透过滑鼠点选目标的放置，然后透过按键来测试放置棋子。为了方便我的测试，我会在使用者界面上先简单的透过字串来显示，这也是一个我常用的技巧。当然到了最后，我还是会把这些施工过程中的使用者界面元件删除或者是隐藏。先透过滑鼠点选，然后用按键测试我所选取的成员。在刚刚的版本中，如果没有任何棋子被放置，文字会是空白的，不好看。所以我会将未放置棋子的位置填入 O 这个字，以方便检视，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是阵列。接着我想要在画面上呈现规则1，也就是胜利连线的提示。首先第一步，我透过 PowerPoint 来画出使用者界面上该看到连线的状况，它的各种情形，包含红色、蓝色，它的横线、直线、斜线的情况。所以在这边需要透过程式码来判断是否有达成胜利连线的情形。这里我懒得用什么高竿的判断来进行设计，所以直接暴力穷举法就完事了。最后让我来测试一下胜利连线是否正确。经过了简单的反复测试，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就让我们进到下一个设计吧。我在界面上提供可以选择棋子的按钮，分别是大中小的红色及蓝色棋子。接下来就是比较麻烦的第2个规则，也就是大吃小的程式码。我开始尝试反复的编写程式码，以及反复的测试结果。为了要更直观的看到结果，我这边配置了一个不错的 UI 显示片段。跟刚才提到的一样，这个到最后输出游戏的时候，我应该也会删除或者是隐藏，毕竟它是施工过程的使用者界面内容。在这里我第一次写出大吃小的效果，不过逻辑上似乎总是怪怪的不管啦，先边走边做就是了。回到 PowerPoint， 让我先绘制出取消选取的按钮，方便使用者选取棋子之后还可以取消选取。不过直观上的操作是点选其他空白处也可以进行取消选取，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编写一些程式码来达成这个目的，然后就是一大段的复制与贴上 copy and paste 的过程。再次进行大吃小的测试，老样子，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怪怪的，不过接近50%了吧。同时间我也要来设计第3个规则，也就是盘面上既有的棋子，所以我需要设计让玩家可以选取已经放置好的棋子。这第3个规则算是这一个游戏里面最麻烦的部分，它要确定玩家是否选取了某一个棋子，并且又要灵活确认是否能够移动到另外一个格子上。这期间我大概来来回回测试了上百次吧。让我回头确认大吃小是否正确。好，再一次回头确认大吃小的规则是否正确。反复的进行修改与测试。其实我个人开发的过程就是这样。虽然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教授他们指导我们的做法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整个流程，才开始真的写程式。不过我个人嘛，在游戏设计上还是比较喜欢
边做边改，所见即所得。好，你看这边就发生了小吃大的问题，再调整一下逻辑咯。好，让我继续设计移动棋子。等等，这边我需要确认一下，在棋面上的棋子是否能够跳到其他空白的格子上面，可以还是不可以啊？这里我需要确认一下，所以我就到网络上看了一下实体桌游它的游戏规则说明。关于这个游戏它的游戏介绍，好，看起来是不能跳到空白的格子上面，所以我必须要阻挡空白的跳跃。接着设计不同回合，也就是红色回合、蓝色回合，在它的回合中只能放置特定颜色的回合限制。接着阻挡空白格的跳跃，并且可以大吃小。然后再设计一个可以将整个场景 reset 的按钮，这样更方便我进行测试。好哦，到这个阶段，初步看起来是正确的。终于设计到这个程度，就已经花掉我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就让我先输出一个版本，并且上传到我租用的线上伺服器进行线上测试。透过这个公开的 domain， 它可以方便我透过手机进行测试。这边虽然我没有呈现透过手机测试的画面，但是基本上利用 C3 的 Touch 元件就可以支援手机跟电脑滑鼠的操作。所以说以我个人而言，我是真的比较少用到 Mouse 这个元件，因为那个元件只能给电脑使用，然后我还要再多写一次 Touch 的程式码，会重复工作。这也就是一个经验分享咯。好，到这里经过几次的测试后，发现说按下的范围并不是非常的灵敏，无论是透过滑鼠或者是手机，有时候都很难按到放置棋子的格子。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我得到的结论就是Sprite 它真正外框的范围不够大，所以我必须将放置格的触控范围加大。经过这样的修改，操作的感觉就很完美咯。最后测试，在这里呢，我需要反复验证那3个规则。第一个规则，胜利规则，也就是完成连线。让我先进行红色的连线判别。首先是横的连线，分别是上方横的连线、中间横的连线、下方横的连线。再来是直的连线，分别是左边直的连线、中间直的连线、右边直的连线。最后是斜线，第一个左上往右下，第二个右上往左下。另一方面，测试蓝色的连线，分别是上方横的连线、中间横的连线、下方横的连线。再来是直的连线，分别是左边直的连线、中间直的连线、右边直的连线。最后是斜线，左上往右下，右上往左下。好，看起来第一条规则通过测试了。第二个规则，大吃小的过程，让我测试红色的。第一项，中的吃最小的；第二项，最大的吃中的；最大的吃最小的。接着测试蓝色，第一项，中的吃最小的；第二项，最大的吃中的；最大的吃最小的。好，看起来第二条规则也通过测试了。再来是第3个规则，棋子的移动。先测试红色棋子不能移动到空白格。第一项测试中的移动阻挡，第二项测试最大的移动阻挡。接着测试蓝色棋子不能移动到空白格。第一项测试中的移动阻挡，第二项测试最大的移动阻挡。再来是红色吃蓝色，先测试最大的，先吃中的，再吃最小的。接着是中的，试试看吃最小的。最后是蓝色吃红色，先测试最大的，先吃中的，再吃最小的。接着是中的，试试看吃最小的。好，看起来第3条规则也完成测试咯。
看起来都很正确，还不错。OK， 这样一来，3个规则都已经正确的设计到游戏之中了。基本上这就已经是半个可以玩的游戏了。那么接下来只要在设计游戏版面，好比说开始游戏啦，然后提示胜利、重新开局等等相关的游戏流程，这样就算是完成这款游戏了。哦，好，看起来这部影片的内容也已经足够了，而且我其实也还没设计到那边，那么就把这些事情留到下一支影片再进行介绍吧。好的，总之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影片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中意，始终的中，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